安家人很清楚，老爷子其实也很想知道这位神通广大的恩公到底是谁。但老爷子既然这么说了，他们也自然不敢再有任何僭越之心。于是安重秋带头说道：爸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谨记您的要求，绝不越红线半步。安凯峰也点头说道：爸，大哥说得对，我们一定不会越红线半步。一旁的李亚林此时不禁有些失望，他是答应了叶晨，不得把叶晨的身份泄露出去，但是从他内心深处来说，他是1000个10000个希望安家人早日与叶晨相认。所以他刚才主动在安重秋面前提起回春丹，就是在提醒他一定要把这些线索串起来考虑问题，那样的话就肯定能查出他外甥叶晨的信息。可是这种话他可不敢说得太明白，毕竟一方面自己答应了叶晨，有君子协定，另一方面费可欣还在跟前，自己要是稍微受益的明显一点，费可欣肯定都会察觉。李亚林与安家人这么多年关系，太清楚安家人这20年来有多迫切的希望能够找到叶晨，而且这20年他们在寻找叶晨这件事情上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。只是有时候这种事情总是造化弄人，安家恨不得把全世界都翻了个底朝天，但唯独没猜到叶晨一直都在当初事发的那个地方。安家甚至一度也怀疑叶晨是不是被那个神秘的组织带走了，但他们还是祈祷能够有奇迹发生，让他们在这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找到叶晨。可是他们估计做梦都想不到，叶晨竟然早就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身边，而且还以一己之力救了整个安家。李亚林心中不禁感叹，老爷子老太太要是知道他们一直惦念的大外孙如今不但还活着，而且还是他们口中那个救命恩人，估计一定会非常高兴，估计就是做梦都不敢梦这样的剧情。可是老爷子怎么就忽然下令不让调查呢？重秋当初是在金陵参加的回春丹拍卖会，从此就能推断得出叶晨肯定与金陵有很深的渊源，甚至有可能就住在金陵。抓住了金陵这个关键词，抓住顾秋怡、费可欣这2个突破口，把这几条线上能找到的线索全部捋清楚，然后找一面大一点的空白墙，把3条主干和相关线索往上面一贴，再弄一些红线把有牵连的线索连起来，应该很快就能锁定叶晨的核心线索。到时候顺着核心线索查下去，查出叶晨就是程七的儿子，不过就是个时间问题。想到这，李亚林不禁在心中扼腕。可是虽说他妈的条条大道通罗马，可你们也得自己去走啊，你们不去，罗马也不能长了腿来找你们啊，真他妈的急死我了。心思细腻的老太太见李亚林在一旁虽然不说话，但表情却是有些抓心挠肝，便关切地问道：亚林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李亚林回过神来，连忙摆手道：没有阿姨，我身体好着呢，以前还挺多职业病，什么腰酸背疼、颈椎不适，现在也都没感觉了。老太太问：我看你刚才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，是不是想家了，着急想回去看看老婆孩子？李亚林尴尬地说道：阿姨，说心里话，我还没想好回去怎么跟他们娘俩解释呢。孩子刚给我发完信息说她怀孕了，结果我就失踪了。说着，他也想转移一下老太太的注意力，于是便问安重秋：重秋，我老婆那边应该找过你吧？你是怎么跟她说的？安重秋讪笑2声：我能说什么？我只能说不清楚啊。当初恩公让我无论如何不能跟你老婆说你死了，让我跟她说你失踪了，或者跟别的女人私奔了，这话我哪能说得出口？
李亚林叹了口气道，那还要好好想想回去怎么跟他们解释。这件事要是没有一个相对完美的说辞，他们娘俩估计会一直有所怀疑。安重秋想了想道，要不就说你因为被迫提前退休，所以心情不太好，找了个地方散心。李亚林尴尬地说道，这也太不负责任了，我女儿要是没告诉我她怀孕的消息，这么说倒也能糊弄过去，可关键是孩子跟我说她怀孕了，这么大的大喜事儿，结果我还因为心情不好找地方散心，这不是半吊子吗？安重秋咂嘴道，哎，你失踪这么多天音讯全无，而且还是卡在女儿怀孕这么重要的节点，不说出实情的话，确实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。安家其他人一时间也有些犯愁，他们也知道李亚林家里的情况，老婆孩子与他常年分居，一直有些隔阂，而他在当时那个关键节点忽然失踪，同时又不能告知老婆孩子实情，这确实很棘手，几乎没什么好办法去难妥善处理。估计李亚林这次回家被妻女埋怨是肯定逃不掉的了。就在所有人都跟着李亚林一起犯愁的时候，一旁的费可欣这时想到什么，开口道，李探长，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就看看您能不能接受。李亚林忙道，费小姐，您跟我可千万别这么客气，有什么好主意您尽管说，不管行与不行，我李亚林都心存感激。费可欣便道，费家之前因为费浩洋引发的一系列事情，也算是闹得人尽皆知，外界也都知道，警方一直没查出杀掉他们那帮混蛋的人究竟是谁，所以您可以跟您妻女解释，就说是我私下请您再帮我调查一下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，但由于我要求您必须绝对保密，所以您没能跟他们提前打个招呼，而且这些天您也是在我的要求下必须对外保持缄默，所以您也没办法告诉家人您的行踪。而且您也可以告诉他们，就说您其实对这件案子一直也很不甘心，有这么个机会能够跟费家联手，您也想弥补这个遗憾，所以就答应了我的请求。如果他们不信任这个说辞，我可以为您做背书。李亚林沉思片刻，点头说道，这个主意确实挺好的，理由、动机、细节都经得起推敲。说着，李亚林轻叹一声，无奈地说道，只是我以前因为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缘故，跟我女儿的关系一直都不太好，而且我俩性格比较像，谁都说服不了谁，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多少有些冷战的味道。一直到我被迫退休，砸了华人神探的招牌，他才主动来安慰我，并且主动告诉我她怀孕的消息，希望我能够回到他们母女身边。我这个当爹的心里也明白，女儿这是为了安慰我，所以主动放下了她的脾气和面子，给了我一个台阶下。可我要是回去跟她说，我因为心里愤愤不平，所以不顾她给的台阶，不顾她怀孕的消息，直接人间蒸发了这么多天跑去查案子，我怕她心里会对我更失望。费可欣微微一笑，说道，其实这个也很好解决，您就说我当时找您帮忙，给您开出了不菲的酬金，而您本来是想拒绝的，但考虑到马上要当外公了，心里高兴的同时，也很想能为孩子多创造一些更好的条件，所以便决定先把这笔钱赚到手。您的核心动机是为了还没出生的孩子，其次才是顺带查案子，我相信他们肯定能理解您。说着，费可欣又道，我稍后给您开一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，到时候您拿着支票回去，把支票交到您女儿的手上，再跟她说明情况，就说这是我付给您的酬劳，您让她替还未出生的宝宝收下，我相信她一定会被您这个未来外公的心意感动的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